对比我们现在所看到，中共透过这个经济的红利迫使各个国家的一些企业政府必须来做一些比如有人说他必须逼迫他下跪哦。那这部分在以前都有产生了一些作用哦。那当然现在大家就很好奇哦，慢慢外资的撤离之后，大家都很好奇到底有多少还是必得屈服在中国市场的这么大的红利底下。这部分老师您自己的观察有没有一些在最近的一些变化呢？我觉得好像到现在为止变化并不大，而且呢，我觉得是凡是和中国发展经济合作的外面的企业，基本上都会向中共的专制制度屈服。我极少听到说有外企在中国为了政治原因反抗中共的，相反，他们可能会为中共维护座舱，倒过头来破坏本国的民主制度。比方讲，他们会设法影响本国的选举，希望本国的选举结果出现有利于中共专制制度的结果。那么，外国企业如果听从本国政府从政治原因上对中共的制裁，那这些企业就要做好结束在中国生意的准备，或者是主动退出中国市场。你比方讲，包括不从中国采购原材料，减少企业销售对中国市场的依赖，或者减少从中国订购制成品，或者呢，就是被动的在中共的反制下的慢慢的撤出。所以从这些局面来看的话，指望外企从社会责任的角度去努力去改变中共的政治制度，绝无可能。一般来讲，如果外企的本国政府发布不利于中共的法令，外企不从中捣乱破坏，老老实实的遵守本国法令的规定就算企业尽到他社会责任了。但是你要企业主动从民间以非盈利机构的角度去关心中国的人权、环保、社会公正等等，似乎有点夸夸其谈，因为外企根本就没有能力去干预中国的专制统治他们最多就是在自己的经营当中秉持良心，不要做坏事，就已经很好了。实际上呢，很多外企之所以去中国投资，不是去做慈善或者推广民主理念的，而是去利用那里低廉的劳动力和宽松的环保规定，去赚取低工资、高污染带来的利润。我就举郭台铭那个富士康的例子，他在中国设立了多家大型工厂，有几十万劳动力雇佣了他，那很受中国各地政府的欢迎。但是富士康内部的管理非常严苛，工作时间长，工人很不满，以至于前些年出现过10几次工人陆续在富士康厂区跳楼自杀的状况。这种状况台湾恐怕没有过。那跳楼以后10几起，叫做中国叫10几连跳，这种情形如果是发生在台湾，有哪家企业造成工人在厂房里头这个厂区的大楼顶上跳下来自杀，不要说10几个了，有一个就不得了，轩然大波了。但在中共治下，富士康没有受到什么真正压力他反而在继续扩大投资。所以同样还有就是排污染问题，不少在中国的企业的污染排放远远超过在本国的标准，但是中共不在乎，这些企业就没压力了。所以这要讲到经济全球化的这个问题了。这个经济全球化虽然被世界公认是正常的产业布局，但这种布局本身会钻不同国家相关的经济和环保制度的空子。所以在中国有些学者提出来说，中国经济在全球化当中的竞争力有一部分是属于叫做低人权优势，就是说中共当局为了追求经济增长，放弃了对这个公众利益还有环保管控的标准，这反而形成了吸引很多外企利用这种机会来赚钱。另外，就外企在中国对中共的屈服还表现为被迫的无偿转让技术，还有商业机密，用这个来换取市场进入的机会。这实际上是中共在逼着外企违反国际知识产权的公约，让外企呢不得不为了中共破坏全球的法治秩序充当帮凶。中共之所以能在短期内快速提升它的制造业的技术能力很大一部分就来自于这种做法。以前我们在这一方面谈过，
实际上中共已经曾经是堂而皇之的把这种做法列为国家政策的。那么中美贸易战的根源也就在这里。中美贸易战的起因是知识产权问题。那中国官媒说，美国指责中国是作弊选手，那么中共指责美国呢是贸易霸凌。那么所谓的中共是作弊选手，指的就是中共有一个政策叫做用市场换技术，是一个长期政策。这个意思就是说，你外企要想在中国设厂，必须交出自己的技术。我查了一下文件，1984年3月22号，中国国务院在批转国家经委关于做好技贸结合和旧设备选购工作的报告当中有段批语，把对外商品贸易和引进技术结合起来，实行技贸结合，用我们的一部分市场换取国外的先进技术，这是加速我国技术进步的一项重大方针。这就是国策，就偷抢。1998年4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又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提高利用外资水平，有一个意见，有一份文件。这个文件当中有2处明确提到要实行以市场换技术。那么中共加入世贸组织的时候呢，世贸组织是明确禁止强制外资转让技术的。那么中共呢，为此就不得不修改法规，字面上不再提这个口号了。那么加入世贸组织已经18年，降到现在已经20年了。用市场换技术这个政策呢，从明的变成暗的了。现在是由地方政府出面，继续要求外企交出技术和图纸。比方讲，最近几年，中国提出了以中国制造2025计划为代表，要向高端制造业进军，要短短几年内实现世界工厂的技术升级这个目标。为了达到这个目标，中共获取，要这个加引号的获取，这种外国技术的这个偷盗活动就日益活跃，因此也就把侵犯和保卫知识产权变成了中美之间的关键争执点了。那中国制造业向高端进军所需要的大量民用技术，它本来是不可能全靠政府资助来进行研发的，因为那种技术开发的成本很高，耗时很长。所以它这个靠政府资助的研发所形成的产品和技术只适用于军用领域，在民用领域它实际上不具备商业竞争价值。于是呢，中共从国外捞技术，我讲的是捞技术，好听的说法，讲难听点就是偷盗。这种偷盗技术就成了世界工厂技术升级的重要手段和捷径。所以不少同一个行业的外企是被迫的进入了无偿出让技术给中共的恶性竞争，就是你不让他，就别的这个竞争的另外一家外企就让，就是结果呢就会反而不让技术的，不交出技术来的，反而这公司反而被动。而且呢，中共还威胁无偿这个出让技术的外企也是不许讲出去，否则你在中国的日子非常难过。所以这样的话，无偿出让技术的外企是吃了大亏还不敢讲。我记得前些年台湾有一位高维邦先生就一直在讲台企在这方面遭到的困境。我记得有一次在高雄，我还和他一起同场做过一次演讲，好像在中山大学。那么后来中共无偿索取外国技术的这个胃口是越来越大，那么对技术标准的要求，技术水准的要求越来越高，那么外企的生存就会面临越来越大的威胁，而国际社会的批评和抵制也越来越多。那么最终是中共就干脆把获取外国技术重点从强迫企业转让变成了盗窃了，这技术间谍横行全球。这一方面的问题就涉及到美中两国的谍报战，今天我就不展开讲了。所以中共对民主制度和民主国家的威胁，往往是通过谍报战、盗窃技术来削弱民主国家的技术和经济竞争力，进一步动摇民主国家的就业、社会稳定和技术发展能力，最终达到动摇民主国家的制度根基，让红色渗透的势力扎根，帮助中国不战而胜。所以中共对美国就一直在实行这样的战略，对台湾也是如此。这我想，这个事情真的也是我们应该要很
认真严肃来做关注哦。就我们提到了，现在说的，也有人讲一个很经典的一句话，就是企业不赚钱是一种罪过，但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我们还是认为企业你本来还有自己的一些核心应该有价值啊。当然，我觉得最重要还有一点是我们可以做的。我觉得在西方很正常在推消费者的运动，我觉得我们必须要透过消费者的力量来压迫。就我觉得就是消费者力量的团结啦，虽然不容易哦，但这也是我们自己很微小的个别力量，也许可以来做的部分哦。这一点我觉得也可以给大家做一个参考哦。那我们看到当然有关这个外资对于中国市场的这个依赖是否该怎么走这样的报道越来越多。他当然提醒所有的这些外商必须对中国市场更为谨慎。当然也提到必须开始做一些转移。他其中也提到了台湾也有许多的外资也陆续撤出有一些部分遇到的一个为难是他想跑不出去，他的资金可能还留在这个中国的境内所以就遇到了许多包含我们的观众也有一些台商一直很关心这个问题，他怎么样让他可以安全全然的撤出。就老师您自己对于中国经济的了解怎么办呢？老师你有什么建议吗？刚才洪明兄提到的这个伯明的这篇文章他主要是对美国企业讲的。那么他认为是说美国商界长期以来是用在到中国投资有利可图做理由，不愿意中美经济关系恶化。但他认为说呢，中美两国政治上的对抗是不可避免的，而且呢，中共已经给美国画下了这个政治上的红线，就是说，中共的制度、立场、价值观不许批评，更不许挑战。那么与台湾有关的就是，中共是把民主的台湾和中共统治的新疆、西藏是等同起来的，认为都属于它的红线范围内的东西。那么我以前在多次节目里讲过，中共是点燃了中美冷战，也谈到过中美之间事实上处于军事、经济、谍报和政治方面的对抗关系。那冷战的规律是说，只要冷战开始了，红色大国就一定会一意孤行走到底，因为胜败关系到他的生死存亡。那另一方面，冷战当中失败的一方必然是红色大国。所以从这个角度里理解的话，中美冷战这个局势出现以后，跨国企业确实面临着在中美冷战当中如何生存的问题。具体来讲，就是国民提到了，你企业站在哪一边啊？你骑墙骑不久的。在这里我想到两个问题，第一个是和主持人讲的有关，就是你帮哪一边？你帮中共还是帮自己的母国？那第二个问题就是可能更现实，我们不讨论价值观。第二个更现实就是你站哪一边死得快。第一个问题好像比较温和，常见说法就是说，主持人刚才提到的，我政经分开嘛，政治归政治，经济生意归生意，我哪边也不帮起，我只做生意。那第二个问题很冷酷了，你自己判断你站在哪一边死得快。那第二个问题不是讲说你站在哪一边企业活得更好而是说你站错边会死得很彻底会死得更早。那么到底是站在民主世界这一边安全，还是站到世界上唯一的红色大国那边死得快？对这个问题的答案呢，涉及到很多这个世界冷战史的知识，也涉及到对中美两国各方面状态的分析和研判。那今天我是没时间来谈冷战史和美国的状况，以后可以专门来谈。现在我想集中谈一个问题，就是台商怎么看待商人和共产党之间的关系。就是还是从刚才那个第二个冷酷的问题来设问，就是说台商或者说商人，我这个商人不光是台商，也包括中共自己的商人，商人和共产党政权谁死得快？那很多台商会讲说没关系啦，我认识我们当地的中共官员平时相处很开心我们经常一起品酒这是小局。我现在讲的是共产党政权死得快还是死得慢的问题，不是某地某个中共官员他的生死，所以是要从大局来分析。最近我看到有一则关于台商在中国命运3阶段的一个分析的报道，这是大纪元时报从台湾报道的，然后美国之音的粤语部跟进报道。它的来源是这样，就是台湾有一个民间社团叫经济民主联合，10月13号呢举办了一个叫做台商西进30年
共同富裕还是撤退终局这样一个线上论坛。其中中研院社会学所一位研究员林宗宏先生他是这样分析的，他说台商在中国经商的历程经分为3个时期，就1992年到2007年之间是镀金时期，2008年亚洲金融海啸到2014年太阳花学运是巨浪时期，那最后是2015年以来台资明显出现了外移中国或者经营衰退的退潮时期。那么这个趋势我觉得他分析的还是很准确而且蛮明显的。那在这我就还是要回到前面那个比较冷酷的问题，那商人和中共政权谁死得快？我讲一下我在这方面分析，我的结论呢也是一个4阶段规律啊。这个中共改革开放以后，其实就面临了这个商人和中共政权谁死得快的规律。以前我在节目里讲过，中共的改革开放到了90年代以后，就形成了经济制度上的共产党资本主义。那这个阶段呢，就是1997年到2002年，在中共的全面私有化过程当中，共产党的官员变成了资本家。那么第2个阶段就是2002年到2013年，在这段时间，红色的商人这个掏空了共产党政权，拼命的贪污腐败，然后积累了巨额的资产，再转移到美国这地方。前面我讲的离岸金融中心那些钱，还有现在香港那些钱，基本上就是他们的钱。另外他们会在美国买房子、办绿卡。那如果习近平不在上台以后反腐败的话，从2013年到现在，他们可能已经转走了10万亿美金以上，那就把中共政权掏空了。有一点大家要清楚啊，贪官不是为了民主化掏空中共啊，他一点都不恨共产党政权，他们怕共产党政权会清算。贪官的判断并没有错哟，共产党政权真的在清算。而第3个阶段就是商人和共产党关系，就是2013年到2021年到今年，那共产党习近平就开始打击红色资本家。前面我们主持人也提到了，被打击的不只是贪官，也包括单纯经商的人。那么对贪官呢，现在习近平是已经抓了几十万人了，剩下来混过关的混过来，他们留在海外的钱财也摸不到了。同时呢，因为护照也被都没收了，海关的电脑里也都有他们限制出境的名单，所以他们跑不掉了。然后就今年开始打击中国大型的这个私营企业，故事很多了，我就不列举了。那习近平之所以要这样干的目的很简单，就是让共产党中共政权免于灭顶之灾。那么如果说商人和共产党政权谁死得快这个问题，第4个阶段就是从明年习近平时代的新时代开始。那么大概会有个10-20年，中共的经济会越来越困难。那么当中共政权陷入经济困境的时候，或者是比这种局面还要严重的时候，就会有出现我们前面讲这个冷酷的问题：商人和共产党政权谁先死？中共会不会为了保护商人的利益，放弃自己的政权，甘愿上断头台啊？为了哪怕上了断头台，也要保护商人的利益啊！我想用膝盖想都会明白啊，中共最后没有钱的时候，是一定会拿商人开刀的。他今年就已经在这样做了。这样的做法其实就是搜刮商人的钱财来延续政权，一直到他的政权的最后一天。所以到了这个时候，外商和中共贪官的命运是差不多的，都是拿着外国护照出不了境啊，因为他们是属于待宰的羔羊。那么这样的结果道理上其实不难想象的，之所以没有人讲，是因为大家没想到往这方面思考。所以在中国赚钱的台商啊，很多人是因为不是不愿意这样想，也不是糊涂到想象不出来。说到底，他还是对站在民主制度这一边，还是站在红色大国那一边啊，没有完全想清楚。因为实际上你站在哪一边，就伯明提出了这个问题，它不光是个关于个人财产的安全问题。你不要讲生意归生意，等到脑袋跟生意比的时候，你要哪一个？所以不光是个人财产的安全问题，还涉及到人身安全问题。所以这个话不是危言耸听。
但是我觉得现在还真有必要提醒一下，因为从现在起，也就是10-20年时间，这个问题就会成为现实问题。